他已经不再牵挂这个世界，可能是老天在照顾。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医院，只有点小伤，但丢了过去的记忆。他照镜子，简直不敢相信，美极了，皮肤白皙，大眼睛闪亮，小巧阴唇，这不就是白雪公主吗？失忆后的她完全变了样，觉得所有事物都美。孟子要去上班，但那堆深色衣服真叫人反感。她最后选了件黄色裙子，然后开始化起妆来。装扮好了，照镜子里的自己非常满意，然后就嘚瑟的自拍，翻看自己的靓照，看到一个男生的照片，难道是我的追随者？真的挺帅的吗？难得出门一次，却迷了路，他竟然不知道公司位置。后来公园碰到个喘不过气的男生，孟子热心给他递水，一抬头，居然发现他就是我手机里的男神。看着男神难受的模样，孟子情不自禁想去安慰他，如果觉得太难受，今天是不是应该先回家？哎呀，黑眼圈真明显。睡眠是皮肤美的秘诀，你本来美得像个天使，可惜都白搭了。跟你聊真有意思。不行了，得上班去，先走一步。他兴高采烈地向同事们问好，但同事们都像看外星人似的。他现在的样子跟以前的孟子完全不一样。孟子这才告诉大家自己失忆了。会议上，看着众人无精打采，想法全无，孟子翻开旧笔记本，自己的点子原来这么厉害，简直是个天才啊！但最后一页却写着自我怀疑的话。失忆前的自己是怎样的呢？他决定提出以前的主意，虽然没人买账，却意外得到同事狱警的支持。他在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给自己：别怕，你这天才。然后立刻跑去感谢狱警。正是因为他才采用了自己的方案。可每当看到狱警手里的点心，他就饿得肚子咕咕叫。狱警也大方地分享给他尝。如今的孟子不再纠结体型，反倒对自己圆润的身材挺自信。正说着，科长走过来告诉他，孟子的方案被采纳了。他乐坏了。表面上孟子觉得同事们都挺和气，但私底下其实关系挺微妙。那俩大嘴巴背后说孟子和狱警坏话，狱警在旁边装的好可怜，其实就是个俗不可耐、心眼重的胖子，还自我感觉挺好的。孟子工作了一整天，感觉很满足，去了商场买了好多可爱衣服，一心想着重逢那个人。我肯定曾深爱他。胖妞偶遇上班路的帅哥，简单一个笑容都能让孟子心花怒放。帅哥嗅到怪味微妙的，问妹子感觉哪不好。孟子觉得应该认识他，但前几天跳楼自杀没遂，失去了记忆。男神一听吓了一跳，同时脸上满是关切。幸亏这女孩现在看起来既开朗又积极。分手后，孟子赶到了办公室。他今天有要紧的活儿，得递交昨天批准的方案。只要有他那创意笔记本，啥事儿都能轻松搞定。正要拿出笔记时，却意识到找不到了。没了。姓田，下午4点提案开始哦。准备好了吗？他猛然发觉笔记本可能被偷了。就在这庞大的公司里面，真的有人嫉妒他过人的才华。然后他便开始四处打探情况。同事们听了他的问题，只是笑笑而已。狱警看起来有点不自在。狱警来得正好，和姓田一起整理资料吧。他向科长询问为啥选了孟子的方案，自己的方案也很出色啊。科长说孟子的比较独特些，你的就显得普普通通，没法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。狱警只好勉强露出理解的干笑，同时觉得心里有点嫉妒。孟子得在下午4点前交提案，可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他打算找狱警帮忙，但发现狱警不见了，手机也没带。孟子决定去寻找狱警，在公司找了一圈也没找到，于是跑到河边去找，终于发现狱警坐在草坪上。姓田小姐，你泡完温泉了？没有啦，我就跑了跑步。你这儿干嘛呢？你是不是专门跑来责备我的？责备我干嘛？
别装了，是因为这个吧？我的笔记原来是这样，对我偷的。狱警觉得很失落，再怎么努力也得不到心仪之物。在策划部待了2年，从没实施过自己的方案。他像从前沉默的孟子一样无足轻重，毫无作用。然后他向孟子道了歉，并把笔记本还给了他。大度的孟子一点也不放在心上。孟子邀请狱警跟他一起返回公司，并称赞了狱警那些被大家忽略的长处，像资料处理又快又精确，工作比别人都更勤快。孟子大声对他说，不能觉得自己没意义。狱警被这话深深打动，俩人手拉手回公司了。忙了2小时，紧张办完，有狱警小姐帮忙，孟子赶出了提案，现在就等领导们来。孟子想不到，他心仪的男神是副社长，可他似乎不知道孟子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胖妹子喜欢上意外遇见的帅哥，没想到竟是自己直属老板，还装作不认识他作为副总裁。会议上，孟子介绍自己的方案，还让大家尝尝糖果。副总裁尝了一口，想法真的很新颖，也很有意思。不过无论是口味还是外观，离让人惊艳还差那么一点。怎么会？什么嘛，只差一点点对吧？不是这个意思吧？没错，这个点子真的超级棒，居然是我这个喜欢糖果和所有秋天风味的人想出来的呢。幸亏有我在，感谢上帝啊！看着孟子这么萌，副社长禁不住偷乐了。最后决定后天前团队得出一个改进方案。2个女孩在庆祝胜利。孟子向狱警打听，副社长这么小，难道是社长一父子？狱警回答说，他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然后就画了个示意图。老板有个女儿，她的老公就是前原科长，也就是老板的女婿。但奇怪的是，他并未成为副老板。据说副社长跟社长女儿俩人的关系暧昧不明。听闻此事，孟子既惊讶又稍感激愤。这个魔鬼般的副社长和那个温文尔雅的男神，他究竟是哪一种人呢？孟子第2天又去公园等结成，但结成没出现。想确认的心情换来的却是空欢喜。他刚到公司，就见到副社长送来的零嘴，一桌子都是。原来是为了激发他的创意，他叫上同事一起分享。正嚼着地瓜片时候，灵光一现。等到了吃糖果的时候，孟子细心递上饰品，说这次给软糖，加进了脆脆糖碎。结成闻闻尝一尝，好，就决定是他了，搞定了。走前，孟子拦住了副社长，问你，你就是？真得谢谢你上次，我昨早逛了整圈甜品店，所以公园就没去成，想挑点好点的种类，差不多去了10家呢。果然还是公园那位真贴心。可是一忙着找红薯，我一大早的状况莫名其妙的就缓解了。多亏了你，得感谢你提供的参谋，以水相报嘛。你这么正能量，顶呱呱得给你加油。终于梦寐以求的拿到了结成的联系方式，电话就写在背面。这男的真是体贴又柔情。他开心的回到了岗位。狱警提醒他下周别忘了交员工调查表哦。他掏出问卷，却被自己的证件照吓得要命。这什么玩意啊？这是我，脸色阴沉，眼神像死鱼。突然间，孟子脑子疼得厉害，迷迷糊糊闪回以前的记忆，看到角落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，觉得自己没存在感了。幸亏狱警及时叫醒了他，刚从脑海里拖出。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，看见了副总裁，正想打个招呼，突然一个女人带着个5、6岁小男孩出现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目睹着他们其乐融融的情景，难道他们是一家3口？我暗恋的男神已经是人夫了？不会吧，胖妞喜欢上了直属老板，结果无意间发现老板其实已婚，有个幸福的小家。那一幕给孟子带来了沉重打击。次日清晨，他们又在公园相见。结成一口气灌了半瓶水，喝完后精力又恢复了。
孟子好奇他为啥天天清晨来这儿。结成说得了那毛病后，早上总要在这歇会儿。孟子虽不清楚他遇到啥事，但一直在给偶像加油鼓劲。他的脸上很快又洋溢着笑容。真耀眼。你这有谈对象吗？没有呢。难不成那人是他姐？孟子心里这么想，也就是说自己还有戏。一个女人匆匆忙忙冲进办公室，直接找孟子，见到是个胖子，还情不自禁讽刺几句，说孟子像只会吃的肥猪。但孟子丝毫不介意，他认为自己的身材是上天赐予，不允许别人随意评头论足。随口问问这女人是谁，同事急忙介绍说是出川设计师。真惹不起啊！孟子批了他设计的包装，说太一般，不够特别。他一气之下找上门，听完孟子的评价，更是怒火中烧，直接摔门而出，不干了，连科长来求也没用。孟子见状，决定自己来设计，回家就忙着画草图。第二天就拿着成品找出川，熬了一宿才想出来的。不好意思，昨天瞅了你设计的红豆糖盒子，真心不错。原本我是一头雾水，可一看那个，立刻相信你能设计出更加完美的东西。敬你一下，能求你再帮个忙吗？最终出川还是答应了孟子的要求。多谢了，出川小姐。好的，跟我说说你的具体点子。别睡着了，信甜孟子。2天后成品搞定，他赶紧拿给孟子看。孟子对着这完美设计忍不住激动的发抖。太厉害了，就是他了。真想快点看他展示在店里。听到别人夸作品，出川也对那天对孟子直言不讳说了声对不起。孟子根本不介意，俩人开始谈婚结婚的事情。出川、结成和前缘他们3个最初是在企划部共事，结成那时就显示出特别的天赋。出川还给孟子看了当年的合影，照片中间的女性吸引了孟子的目光，原来她就是那个女人。出川解释说，那个女人是老板的女儿，前缘科长的老婆。生了孩子后，前缘科长工作忙对家，就没那么上心了。就在这时，他觉得结成在他俩中间搅和，听着挺让人心酸。可孟子还是不信这是真的，毕竟都只是猜测而已。那晚孟子在公司加班，突然收到结成约他吃饭的信息，他兴奋地加快了干活的速度。俩人最后还是坐一块儿了。对孟子来说，这一刻记一辈子。他给结成看了包装设计，结成也点赞了出川小姐的本事，还夸孟子无所不能。不知道你能帮我搞定吗？肯定没问题，我真想帮你一把。正好这时候，梨香子来了个电，一句话就挂了。结成直接走人了。这时孟子才明白，这个女的对他很特别。胖女孩自卑跳楼了，却没死，只是记忆全无。对他而言，这就是新生，变得更加积极快乐，对自己的颜值还挺有自信，爱情和工作都挺有戏。那天男神约他出去吃大餐，正巧他要倾诉情感时，突然被别的女人电话给叫走，这让孟子察觉到那女的不简单。那晚他因此做了个噩梦，过去的记忆好像慢慢回来了。不过好在结成发来一条暖心的信息，策划部新来了个小伙，不光长得好看，还特会讨好领导，一开口就喊孟子大师，说的孟子乐得合不拢嘴。幸运的是，孟子设计的糖果一上市，2周就卖到目标了。这么火爆还是头一遭，孟子乐开了花，边感激咱们的默契，还自夸是个小机灵鬼。感谢你一直在我身边打气，但我好像还没怎么回报你。孟子我心中的英雄呢？别叫我英雄，我可是个动人心弦，爱喝下午茶的美女英雄。孟子，你真的特别可爱，超级可爱的。比如说这首跟棉花糖似的。对呀，真的很像棉花糖。不好意思，一不小心就……这算是性骚扰吧？真不好意思。哎，差不多得走了。就在那一瞬间，
孟子激动地意识到自己恋爱了，而且陷得很深。公司这边呢，多亏孟子的提案打响了，在策划部越来越吃得开，已经是核心队伍的一员了。前袁科长还把带新人交给他了，那个帅哥新人也不错，很快就拿出设计方案。孟子看了，觉得哪里不对劲，感觉有点不够流畅，所以他问他吃过咱们公司的糖果没。小四说没这个必要吧。孟子让他每种都尝尝，然后写点感受。就当两人快出电梯，旁边两个八婆在那说长道短。那个就是进公司的帅哥，没错，对信田超忠诚的那条狗。他喜欢信田小姐，我可怎么看都不觉得那胖子像女人。副社长正要走向前，小四突然站起来：“你们说的真是没头没尾。孟子小姐，明明就是女性啊！孟子小姐和你也是一样，在我看来，大家都是美女。小尊说的对，我确实很美，这点毋庸置疑。而且对我们来说，我就像是空气，像灿烂的阳光。看他们俩那么和谐，心里感觉挺不舒服，就约了孟子见个面。我教导别人的同时，也学到不少。这个爸爸真有威严，直接预定了酒店房间。结成你就陪陪他，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那边的男士。男人挺尴尬，毕竟跟前缘是挚友，这事得前缘来决定，别提他了。女儿落到这步田地，都怪他。如果能按他意愿跟小优在一起，不连女儿自己的日子都不顺。现在离香子只能靠你了，你懂吗？我很期待你哦。看着这一幕，男的不再客气，直接接过了钥匙。被男神点名，孟子兴奋地跑去赴约，马上就聊起带新人的事情。孟子称小四很聪慧，还特别勤奋。听到两人互称名字，结成显得有点不爽。孟子略感尴尬，随口说要回公司了。结成急忙叫住了他，想约他晚上吃饭。孟子自是乐意答应，哪料突遇奇变，小四放工时电脑瘫了，辛苦一天全白费。为师的孟子得留下帮忙加班，同事也没走一起干活。7点快到了，孟子挂了个电话过来。抱歉，龟介先生，出了点差池得处理一下。真不好意思，有人找我，那我先挂了。然后黎香子又来电了，结成虽然心不甘情不愿的，还是接了电话。幸好你还肯接我电话，我还以为你也不理我了。我想问下，你现在能过来吗？我马上就来。第二天，孟子在办公室见到了心仪的人，正想过去打招呼呢，结成赶紧说自己现在不太方便，然后黎香子就过来了，他们一块儿离开了。大家在议论和香香子在一起的事，即便是园长的老婆，他俩才更像一对。虽然孟子不太信，但各种迹象让他瞎想。然后头痛又来了，那次跳楼是不是也和他有关？他心疼得跑到顶楼，这儿就是他曾经跳下的地方，一直想不起为啥想不开。忽然传来一阵急促呼吸，孟子跟着声音，看见结成发病了，我去给你拿水，这样应该可以撑一下。我好难过，不好意思，不能跟你说任何事儿。望着男神走远，孟子心里挺难受，他肯定有难言之隐。从那以后，结成就没再回孟子的消息。他一遍遍看那男神的相片，惦记他怎么样了。孟子小姐，如果我看错了就算了，但你看着有点没精打采，下班想不想出去散散心？顺道探探最新的甜点动态。他们俩去了家甜品店，点了好多好吃的，彻底满足了孟子的口味。小四明白得吃撑了，烦恼才能一扫而空。两人吃撑了，还点了一堆外卖。突然间，孟子被远处的一幕震撼了，自己心仪的男神竟和前缘科长的老婆黎香子一起直奔酒店，所有的快乐瞬间烟消云散。酒店里他们又会怎样呢？心上人和别的女人进了宾馆，小胖妞在家痛哭流涕，还好小玉在旁边安心我。
好久不见的俩人会议上重逢了。孟子一直紧盯副社长的报告，突然有工作人员冲进来，向社长报告，他女儿梨香子被送往医院了。社长立马冲了出去，孟子回头催促前原科长快去，前原却觉得自己去了也帮不上忙。就在这时，结成走了过来，梨香子需要你，他真想让你留下来，你大概也这么想吧。这话似乎触动了前原，他拦下了岳父，承认自己以前的错误，他不求宽恕，但愿意从此和妻子一起生活，能陪在他身边就满足了。而小四那边却是气得不行，这样对待自己的老师，直接告诉他俩人去了酒店。孟子不知道说啥，赶紧跑避尴尬。结成知道自己伤了孟子的心，于是又请他出来，想带他去个地方。俩人到了养老院，这里是照顾晚期癌症病人度过末期的所在。他让孟子看望自己的妈妈，妈妈的癌症扩散到脑部了，连听力也失去了。孟子觉得妈妈看着很平静，其实对妈妈来说，失聪或许也有它的好处，免得听到坏消息和那些烦人的吵杂声。妈妈现在连自己的儿子也认不出，自5岁起就是妈妈独自把我养大，她辛苦了一生。而结成终于向孟子坦白了心里的秘密。我一开始工作后就特别投入，喜欢策划，特别认真，越来越专注工作，就没联系妈妈。那时候梨香子想见我好久了，居然约我见面。红树先生一直不回家，我知道他作为社长的继承人在努力，但我也挺累的。你简直就是住公司了，这只是我们夫妻的事，和你没关系。我在忙着照顾他们俩，也不想让小优觉得寂寞，开始忙着带孩子。你听说过那个桃色新闻吧？前原先生和出川小姐那件事，我身边的人都离我远去了。回老家想找妈要钱的时候，我妈突然倒下了，肝癌晚期了，看病太贵，我不得不继续工作。我打算让你当我们公司副总，你一直都在帮忙照看梨香子和小优，肯定能胜任，只要你答应，我保证让你妈妈得到最好的照护。好的，以后请多关照。尽管妈妈被送进了养老院，被精心照顾，我也被提拔为副社长，但和梨香子的事儿让我透不过气。正巧那时碰上了孟子，孟子如同光芒，给了我力量，让我鼓起勇气去闯，但现在对妈无能为力。来摸摸看。对不起，我还没办法报答你的养育之恩，让你失望，伤害了至亲。归介放学后就迫不及待，在我手上画生命线，眼眶红红的告诉我，妈，你要长命百岁哦。妈妈的话让他心结解开，终于向妈妈说了对不起，母子俩抱在一起哭了。这段时间的相处，让结成愿意对孟子敞开心房，俩人彼此更懂得对方了。孟子的笑容也让那位胖姑娘深入结成心里。胖姑娘转头对着镜子，看见镜里是另一位忧伤的胖女孩，似乎没人真的在乎我，那双眼为何那么呆滞？因为你就是我呀，和我一样。确实不合适，我白费力气。究竟什么情况？女孩不久前因自卑跳楼，幸亏她没死，反倒性情大变，因撞伤头部失忆。孟子发现记忆在慢慢回来，他对男神说害怕记忆复原，他自己又回到过去那样，告诉他别怕，找回记忆不会抹去现在的自己，不必担心，不管怎样我都会陪伴。孟子听了这话，心里踏实多了。他向同事打听，以前的我给大家怎样的印象啊？基本上是没有存在感，和你说话时你都不看着别人，话也不爱说，你就别化妆了，似乎也不太注重护肤跟整理发型，穿的衣服大多数也是深色调的吧，对吧？不过你工作还挺敬业的，而且从不迟到早退，好像也没出过什么大差错，这点挺厉害的。明白了，本来就不显眼，比方说算是空气，以前是无形，现在成了太阳，都少不了你们。
孟子真会夸自己，不过他乐观的样子，让大家心情也好起来。狱警的方案首次通过，女孩乐坏了，终于有了成果，跟副社长分享了我的点子，对那位女孩也提出了实用的建议，这让狱警觉得那个号称恶魔副社长的人变得柔和了。而在另一边，小四居然向孟子告白，但孟子早就心里有数，你肯定会喜欢上我的，肯定的毫无疑问，但很抱歉，我的心里已经有人了。一想到他，我的心跳就急速，就像女神弹的警琴。你真是个趣味十足的人。好吧，我下定决心了。决定做什么呢？我不会离开你的。结成前去拜访黎湘子，原本让结成做副社长，是想让前缘轻松些，回到家庭生活。而黎湘子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，向结成表示了歉意。结成的宽容让他变得更加放肆，他的韧性和依靠让结成压力山大。从此以后，黎湘子想活出自我。继而周末见孟子的结藤想要感谢孟子，孟子却说结藤只需跟自己说说自己喜欢啥就好。首先呢，我爱蓝色，真配你。不过说真的，啥都挺配你的。别这样说嘛，酸奶牛肉是我的最爱，给你这是红豆糖。我本来很看好这款产品，结果却卖得不好。你也爱红豆泥吗？我也是哦。俩人一起享受了蛋包饭，结成分享了很多关于他和妈妈的回忆。然后我又买了孟子特别爱吃的红豆饼，老地方拍照留作纪念。准备好，墨镜都要被我们的帅气给震碎了。我快要吃了，我快要吃了。他们就像是热恋的一对，四周的气氛都变甜蜜了。孟子，不好意思，我突然这样。他没弄清楚是谁在叫他，强忍着疼痛睁开眼睛，居然是结成副社长。他慌慌张张地跑了，那种完美的人怎么会叫我？那帅哥正打算向圆润女生告白，没想到女生一激动扭伤了脚，头部直接着地。再醒来，就像换了个人似的，忘掉了眼前这位帅哥。孟子乱了阵脚，逃回家去。他的头脑里两个人格在纠缠，他快要崩溃了。孟子现在完全变样，他总是穿深色衣服，低头行走，人家跟他说话他也不搭理，连在公司都沉默寡言了，甚至问自己的徒弟小四是谁。你衣服装怎么换风格？孟子，你咋了？孟子好像又忘事儿了，他只记得自己被救护车带走了，接下来就记不清了。大家拼命想办法帮他恢复记忆，但一点用都没有。孟子失忆后，公司气氛都阴沉了。那位活泼开朗的胖妞不见了，连结成也提不起劲儿。开会时也心思不在点上。不过还好，狱警的方案顺利获批，辛苦这么久还是有成果的。季赞在喊住孟子，想让他停下来聊聊。我记忆全无了。孟子待会儿接着聊哦。孟子此刻心里真的挺害怕，不懂为啥同事跟副总还特意来找他搭话。按他的记忆和想法里，应该都是刻薄话。翻男神聊天记录，他越发觉得不敢相信，自己居然长这样，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。他这种人配做看图的小角色。这会儿结成的电话响了，他不够勇气去接，直接挂掉了，扔一边。结成脑海里全是以前那个甜美的孟子，这份思念差点让他崩溃。孟子在想这阵子自己怎么变得这么有底气，于是他翻起日记本，一页页的回忆让他明白经历了很多挺棒的事情。不过不变的是，无论记忆存亡，他钟爱的还是结成。孟子自己吃着午餐，那俩大嘴巴又开始八卦了，就俩词胖加丑，对我们的头牌有啥看法？真不懂，怎会以貌取人？你自己不也挺在乎外貌？那必须的啊，因为我就喜欢自己可爱嘛，别人如何我不在意。别理那些人说啥，抱歉，我惹事了，真的没事儿，咱们是好搭档呢。
但是你们中意的不是我，小梦你就是独一无二的，创意源源不断，干活特别卖力，不管是好是坏都全力以赴，挺好的。孟子感觉到周围友善，而且课长还特意带来红豆饼，这样一来，孟子心都软了。结成默默在旁边看着，是结成叫我给你准备鱼烧的，会让你更有活力。他现在应该就在这附近吧？他终于鼓起勇气拦下结成。你那段失忆的时间里，那时我们感情真挺好，失忆了一定很不容易吧？有啥困难事儿，就靠我吧。幸田小姐，您有啥好主意？身为副社长的我也期待着呢。那我先闪了。副社长，本来胖妞能跟男神修成正果，偏偏只能望照片发呆，都怪失忆啊。他本是个乐天派，又成了被人忽略的隐形人。幸好他有不离不弃的朋友和伴侣，给了他温暖。他想要重拾自信，于是向狱警学习化妆，但是那股自卑还盘踞心头，仿佛体内有两个声音争吵不休。狱警耐心地引导他，让他发现自己的长处。狱警的真心打动了他，他也打算好好和结成对话。但当他匆忙抵达公园，结成却已经早早地走了。他误以为对方没来过。小四徒弟看他愁眉不展，料到肯定是副社长的事儿。孟子轻轻点头，我好喜欢你，永远不会放弃，会永远陪着你。小四发现了孟子的诚意，还鼓励他勇敢去面对。孟子翻开了自己的创业笔记，看了对同事们的点评和写给自己的话，他流泪了。孟子抱着笔记本冲到楼顶，回到那次欲跳的边缘，耳边响起了熟悉的声音，原来结成真的在。孟子回想起那天跳楼的情景，因为同事的几句挖苦，他伤心地跑到楼顶。只有想创意，才能暂时忘掉烦心事。一阵急促的呼吸声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他顺着声音走过去，正是这个转头，深深印在了孟子心上。杰把笔记本捡起递给孟子，并希望大会上能看到他的方案。所以孟子渴望副社长能注意到他的计划，这是他生活的动力。他跳楼也是因为副社长。孟子坦言暗恋他2年，得悉副社长仅钟情美女后，霎时心碎，纵身一跳，结束生命。当日孟子在角落偷听，耳闻此言。结成，那女孩谁啊？田中。你这么熟络的找我真的不太好。没事，咱俩是同期的吗？那美女正是你喜欢的类型吧？随便都可以啦，可不是随便的型，是吗？你喜欢美女？哎，你挺喜欢漂亮妞吧？那会儿我就觉得自己真傻，偷偷藏着拍照，不能跟在你边的情侣，我可不能对副社长结成动情啊。然后我就……结成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，其实只是敷衍而已，并没真心答应。孟子越发崩溃了，因为误解差点跳楼的傻瓜，结成不但没瞧不起他，反而又对他告白了。我真的超喜欢现在的你，你能活着我太高兴了，因为你是我的女神，我的阳光。孟子终于接受结成，也接纳了自己，两人开心的紧紧拥抱。孟子删掉了相册里的照片，因为他不再需要他们了，现在他的男神已经是他的了。孟子逐渐适应新生活，变得越来越开心，再也不会自我厌恶了。他的积极态度让他焕发新貌。孟子，孟子，怎么了？不会是被我迷住了吧？我就跟太阳似的耀眼，像女神一样美，但你别那样看，